OK， 昨天媒体老師超級無敵多啊，我們沒有辦法來拍到問界的 M9， 我們現在來到了現場。今天是展示間，我覺得還行。首先，問界 M9 這次有幾個顏色，一個是那個藍色，然後一個咖啡色，一個淡藍色，然後這邊還有一起黑色，什麼都是在的。然後說幾個細節吧，第一個是它這次的更新啊，主要是整個支架部分上到更高的維度，整體外觀上面改变不是特別大，還是跟原來問界 M9 那個樣子。然後另外一個是門把手啊，之前有一些人吐槽說 M9 的门把手怎麼還是隱藏式的，但是這些新規的機械式的。然後來看一下內飾吧。其實問界 M9 原來我覺得如果這次不更新的話，我覺得跟 M8、M7 其實真的差距不是很大。這次更新了以後，我覺得其實整個內裝上面的提升也是能夠感知到的。首先第一個是內飾上面的這個3連屏啊，就實話實說，當年大家吐槽3連屏就是貫穿式的屏幕，好像媒體老師們現在又覺得3连屏好看了。那我個人对这种多屏幕的設計其實感知不是特別明顯，因為之前領跑的系列也用過這種3連屏的設計，但我能接受吧，我能接受多屏的設計，只是我覺得多屏設計最好是那塊屏幕能幫我屏幕，比如說側邊看的時候是能夠隱藏的。就我駕駛位2個屏幕其實都不會有什麼太大影響。而且以前貫穿式屏幕有一些車的是屏幕是在頂上的，這個我是不太習慣的。就像原來的智己的在頂上一連排，包括那個我們說的銀河18會更高一點啊，我覺得這個低一點的感受倒還好。然後另外一個是問界 M9 這次坐進來有一個比較大的感受是 NVH 表現啊，其實隔絕感還是非常強的。我們剛才在門外面還是非常吵的，給大家看一下吧。這個隔絕感還是非常非常厲害的，應該是我最近坐過的車裡面，我覺得跟 ES9 真的區別不大，兩台車都是頂級的這種 NVH 表現。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車的那個旁邊的坐墊啊，這個凸起的部分，我覺得也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就完全可以把你包住。這個車是少有的，就是完全可以把你包在裡面的這種乘坐感受。然後另外一個是整個水晶的含量啊，我感覺好像更高了，以前就頂上，現在這邊全部都是水晶的，然後中間有個旋鈕，然後你可以調節各種模式，運動模式，對，你看 M9 也有可能開運動模式。然後下面是一個我們說帶線位的2個杯架，然後帶一個 Type-C 的充電口，然後這邊還有個槽啊，這槽也可以放一些其他東西，這個還蠻深的。然後摁開來，中間是一個扶手箱，扶手箱裡面還有一個點煙口加一個 Type-C。然後這邊也很有意思啊，這邊一般來說這邊會做通透嘛，它是這種隱藏式的一個開口，裡面有一個 Type-A 的接口，然後還有一點儲藏的空間。這設計也蠻巧妙的，就是你有可能有一些私人的貴重物品可以放在這裡，別人就看不見，我覺得也挺好的。然後2個無線充電口也是有的，然後2個獨立的出風口，然後這邊的那個流媒體後視鏡也是帶的，頂打開來這邊帶一個我們說太陽眼鏡的口，然後頂上天空音箱，包括2個分体式的全景天窗，包括中间是带一個投影的。我們現在把前排座位啊調整6+坐姿，我們去後排看一下它的後排的空間表現。但是这個有個問題是在於它的方向盤也是帶自動的，自動歸位的，非常尊貴啊。然後是電動門，電動門加電吸門加電動腳踏。OK， 我們現在去後排看一下。哇，後排有2個腰靠，我們把腰靠往旁邊放一下，這樣子，然後明顯能看見是帶腿托的，多項調節的腿托。然後我們走進來，電吸門還是非常尊貴啊，1拳、2拳、3拳、4拳，3拳多吧，3拳多腿部空間。然後這邊有一個標準的接口，可以插一點。然後這個屏幕其實在之前其他車上面 S9T 上面我也見過，它是那種多段可調節的，就是你可以只留上面一條，也可以說拉得非常長。然後後面這邊是一個
我們說的他們自己的一個小設計啊，这個屏幕是可以彈出來的，但現在好像它並沒有連接上啊，所以需要連接一下。然後也有實體按鍵的冰箱，這個主要是來調節這個的。然後有個小冰箱，都是可以帶的，然後是電動的。然後主副駕2個座椅都是我們說的女王座那種豪華的，就是零重力座椅。然後這邊一鍵躺平，然後包括旁邊有放手機的地方，然後有 Type-C 充電口都是帶的。這邊還有一個小槽，可以用來放筆，對吧？非常尊貴。然後旁邊都是帶小坐板，給大家看一下。就這個座位是帶一個小坐板的，小坐板肯定是要有的。然後多喇叭音箱，然後頂上天空音箱、皮的把手，包括空調出风口都是带的。第3排也是带空調出风口的。然後後面也是一個我們是投影儀，然後後面2個座位。然後我們去第3排感受一下它的第3排感受，畢竟是國內最頂的車了。但前排座位我們是沒調過的，剛剛是一個非常躺的姿勢。你看，就是到這個尺寸，它的第3排，也能有個3指吧。我是1.72米赤腳，然後這邊有個 Type-C 充電口，座椅加熱也是有的，座椅調節也是有的。這個座椅調節也可以調節，就是我現在第3排的座位調節，傾倒幅度都是電動的。然後這地方也是木紋的，然後這有個杯架，後面有個手機置放點，這些地方都是軟質的皮革包裹。然後這邊都有2個音箱。旁邊側氣簾，包括我們照明燈都是帶的。這第3排坐還挺舒服的，第3排的頭枕差不多還有1拳的那個高度。哎，我覺得這個車真的坐挺舒服的。它這個座椅啊，就是比一般的座椅，我覺得更加的軟一點、滑一點。確實第3排不錯，第2排也不錯。這座椅我覺得好像我也看不出它哪裡有什麼機緣巧妙的地方，但是坐着它就是特別的滑，然後呢坐着特別的軟糯啊，軟糯，就是感覺就像皮包的你，這個點感受還是蠻特別的。這個頭枕比我們自己做的頭枕還要再軟一點。OK， 就是關於問界 M9 的體驗吧。旁邊是一個手動的窗簾，這個我覺得到 M9 應該搞個電動啊，叭升上來。但它是一個手動的側邊窗簾。其實我剛剛從裡面出來，你就能感受到這個隔音還是非常誇張的。而且現在的電動門、電吸門輕了很多啊，比以前輕了很多。然後小藍燈依舊是有的。看看它的後尾箱吧，這是 EV 版的 M9 EV 啊，後尾箱其實並不是很大，差不多能放個一個20寸登機箱，可能都不一定放得下，但是能放2個書包。然後也是電動調節的，給大家看一下吧。這是前後，這個是翻倒，这是空氣懸掛的高低調節，這邊是有個掛鈎隱藏式的，後面都是這種天鵝絨的這種材質。然後這邊有個12伏120瓦點煙口，這邊依舊是一個隱藏式的掛鈎，它後面頂上全是天鵝絨的掛鈎啊。拉開來啊，下面有個超儲藏箱。這個尾箱空間，我覺得如果是放倒以後應該還好，但是如果這麼看的話，我覺得一般。哎，放倒還不支持一鍵放倒嗎？啊，要摁多段才可以一鍵放倒。那我覺得，如果單純這個尾箱空間來說，我覺得不太夠啊，因為20寸登機箱，我覺得勉強可以放下。如果我要坐6個人的話。但可能這個車沒有那麼明顯的需要我們說那麼尊的人去帶那麼多行李啊，可能還有一輛保姆車。整個車我覺得外觀上面的感知沒有那麼明顯，但是內在我覺得改了蠻多的，改得蠻有質感的。然後輪胎規格是貝耐利的 Zero， 貝耐利 Zero 28545 R21啊，非常非常誇張的數據，285。然後最關鍵是現在的硬件是直接支持到 L3 的水平了，那實際能不能用，反正到後來如果L3 開放或 L4 開放，肯定最早支持的也是 M9 如果可以支持了，它就是起步點啊。實話實說，至於智駕方面，我們最近試了不少華為的車，我覺得華為的智駕還是在國內
我不能說最強吧，但是絕对是独一档的存在。OK， 就是问界 M9。然后还有一个问界 M9有一个細節是在於，它這次用了6顆激光雷達，這個地方有1顆，然後頂上就是892線的，然後這邊前面這裡面還有1顆，然後槽內的還有1顆，然後尾部還有1顆，就這邊還有1顆，等於整個車有6顆激光雷達。這也是國內激光雷達數量至少是無敵的存在，非常非常誇張。然後這個是大餅圈29545R2，295PS5，誇張。看一下，上谁不的？